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净土法门中有一种特别的修法，大精进、大勇猛、大行持，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功的，叫昼夜精行念佛方法，又叫般舟三昧。什么是般舟三昧？般舟这个词是梵语，翻译成汉语就是佛力，佛力就是站立的力，所以般舟三昧又叫佛力三昧，也叫常行三昧。我们一听，顾名思义，不难理解，在常行念佛中见一切诸佛悉力其前。严格的般舟三昧要在90个日夜中，就是3个月，不坐不卧不眠不休，就在这个不间断的精行中一直念佛，用这样一种极其勇猛、超越凡夫身心极限的修行方法来克期现前见佛证入三昧。而在众多的佛教经典中，就有一部名为《般舟三昧经》，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十方现在佛悉在前立定经。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当年在庐山结白莲社念佛的时候，就是以般舟三昧为根本的行持。像天台宗智者大师，还有净土宗第3祖成远大师，也都是常行般舟三昧的行者。但随着末法时代，众生的根基越来越漏劣，像这样的般舟三昧的修法，没几个人能够行持得起来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。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悟仙法师，他才30岁就亲证般舟三昧，面见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。悟仙法师俗姓高，字省一，江都人士。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躬耕田地，种植桑田，因此悟仙法师升到人世，便承袭了农人家风，诚恳朴质，不务福习。可是当他年仅12岁时候，慈母却突然一病不起，撒手西去。年幼弱小的悟仙谨奉孝子之礼，悲痛欲绝，心想慈母离开尘寰，他会到哪儿落脚呢？别人说佛法能够超度亡魂，我为什么不去皈依佛祖，诵经念佛，替我母亲超度呢？这样想着，他果然就生出了出家之意，想去投身佛门，无奈严父不允，而且作为一名孝子，父母在不远游，这是一个基本的行为准则。所以尽管自己年纪弱小，悟仙却仍然决心力养严父，使之尽享天年。这样又过去了许多年，直到父亲接着去世了，悟仙才如愿地来到天峰寺剃发修行。不久，他又来到扬州天宁寺受具足戒。在天宁寺修习未久的悟仙和尚，曾经很有感慨地问别人：出家人希望超登上果，现在却只是一味地修持心性，是修为的正途大道吗？听他感叹的僧侣不觉心生惊恐，却又无法辨别，只好任由他去思悟。后来悟仙和尚又来到焦山寺，从寺僧嘴中听闻到佛国净土之学，不觉心生欢愉，自立课程，专心修持，毫不懈怠。又过了好几年，佛法已小有根基的悟仙和尚又听人告知他说：你不是想眼见十方诸佛，往生净土吗？其实要做到这一点，说难不难，说易不易，只要你一心一意克期求证佛力三昧，也就是般舟三昧，那么正通之日便是你面见诸佛之时。悟仙和尚一听不觉大喜，还告诉人们说，出家人一定要做到这样，才能称得上功德圆满，否则一生忙碌却一无所获，枉此一生。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，悟仙和尚便发愿立誓闭关念佛，而且是谨遵修持法则，以120日做一段期限，希望能够一举正通这般舟三昧的大法行。可是当他才入关后，禅定方逝，而妄念杂想却纷纷侵袭头脑之中，如同大海中狂涛汹涌，决澜四起。即使自己用尽心力，希望以一腔正义艳压邪念妄想，却怎么也澄澈不清，抑制不住。于是120天的戒期疏忽已满，而悟仙和尚竟然一无所获，只好样样出定。出得戒定，悟仙和尚一面修习佛法经籍，一面又不时反躬自省，检点自己闭关无果的根由。但他那颗正通般舟三昧的心愿，却从无一日稍有息止，只等时机恰当成熟，便当再入禅室，从头修持。一晃眼的功夫，好几年又过去了。为了再次修持般舟三昧，悟仙和尚来到扬州，居止古刹净室，重新进入禅定，努力休息起来。这一回，他刚刚进入禅定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情况一如当年，
杂念纷至，妄想翻涌，内心不得宁静。直到第50天，眼看时日快要过半时，仍然没有丝毫进展。悟仙和尚不禁大为悲动，哀伤不已，却又坚守正心诚意，不愿半途而废，所以他就更加恳切诚挚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，秉持正心，希期有所收益。这样坚持了20来天，悟仙和尚偶一反观近来心境，竟然高兴地发现情势破灭，妄念渐息，不觉心生欢愉，就更加努力地修持。等到再过了一些日子，悟仙和尚又发现，原来一直困扰自己的妄想杂念，现在不过是每天出现3、5次，而且只要是这些妄想一抬头出现，悟仙和尚便发现阿弥陀佛金容灿烂，庄严微妙，着立在眼前的大空之中。悟仙猛一抬头，发现自己修持境界竟如此神速飞跃，不觉大为欣喜，连忙礼拜阿弥陀佛，感念这位西方极乐世界教主的接引。可是拜祭完毕，悟仙和尚却又犯了难，暗自忖度：现在阿弥陀佛就威严地端立眼前，我作为一名弟子信徒，无论是流涕、垂唾，或者打哈欠、伸懒腰等等，都是对阿弥陀佛的大不敬。但我又尚未修持到剃唾欠身拒不出现的境界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悟仙和尚为此还真犯了难，思忖半晌，不得其理。突然他又想到，即便是尘俗中的父母，尚且不会因为子女的污秽而心生嫌弃，更何况是大慈大悲大光明的阿弥陀佛呢？思悟通彻了这一层，悟仙和尚不觉洒然欢笑，修持也就更加虔诚了，而进境自然更是一日千里，快如闪电了。这样转眼之间，悟仙和尚不觉心境豁然，宛如皓月凌空，善恶是非之念悉数泯灭，万念澄清，纤尘不染，动静如一，心口之间只存佛祖名号，而且神气倍增，根本就不用卧床假寐，也忘却了饥渴。师僧送进来了饭食，便张口吃掉，如果没有送来也就罢了，丝毫也没感觉到困苦。悟仙法师禅定修持的境室，原来是紧闭四方上下，除了师僧送来取走饭盒的小小孔洞之外，别无其他洞隙。但是现在悟仙和尚虽然仍身在境室之中，却抬头一望，而墙壁却全都虚无的仿佛没有了，自己也能够轻易的直达光明，洞彻十方诸佛菩萨，看见佛国净土，金地莲池，七宝行树，宫室楼台，多得不可胜数，而且所知所行各处境界如一，昼夜不分，瑰丽无间，超胜博富，哪里是尘寰之中有关佛国净土的经籍所能尽述？如果不是自己修正通达，亲眼所见，亲身所历，悟仙法师怎么也不会思悟到这样美妙的境界。一天，悟仙法师正在继续修持之时，忽然发现眼前出现了2座宝莲花，花上端坐的天人跟日前所见的诸天菩萨一无二致，状貌浑同。但远远望去，这2位天人竟然很有些像是自己尘世父母的相貌。等到宝莲花冉冉飘到跟前，悟仙法师仔细一看，这不是自己的父母又是谁？没等悟仙法师开口说话，跪拜行礼，他的母亲便先说道：悟仙，你是因为我魂命归西的缘故才发心出家的，现在你终于正通般舟三昧，法心超迈了，而我和你的父亲呢，也正是因为你才得以双双再生净土。现在我正是遵奉阿弥陀佛之旨前来告诉你这些情况。悟仙法师一听，不觉大家欢喜，就要站立起来拜祭父母，他母亲却制止了，说：阿弥陀佛就在眼前，你不要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扰乱了你自己的定力，你的志愿已成，好生努力，他日到净土再相见吧。说罢，转瞬即隐去不见。悟仙法师还想寻觅，却发现满眼都是宝莲花，与大地之上各种各样的花卉互相披拂混杂，莫辨其迹了。从此以后，悟仙法师心中的精进佛戒不变不退，时时刻刻无不充溢胸中，直到他出关释定。但就是在出关之后，却依然是心境寂然，浑忘时间的长与短，即使是长达100天，在他眼里却不过是猜忌艰寻。尤其令世人僧道所惊叹不已的是，正通般舟三昧法业深厚的悟仙法师，此时不过30来岁，
真可谓青年有为，前途未可限量。后来悟仙法师一直坚持诵佛念经，从不懈怠，直到年迈体弱，依然一如既往。天下僧徒无不闻风而来，参继不休。悟仙法师却只跟他们说及入道释佛的缘起和后来苦证般舟三昧，得见佛国净土的超凡境界，此外别无他话。有人还不满足，就向他请教禅教法门，但悟仙法师却只是淡淡的，也是诚实的告诉这些人说，我不知道。正因为修持通达，功成正果，悟仙法师年岁已迈，鬓发皆白之时，而面容却依然温润如同少年，全不见半点皱纹。悟仙法师曾经出任过一段时间天宁寺的住持，但不久他即辞去，来到丹徒竹林寺继续修持。清光绪11年4月初6日，法业深厚、万众敬仰的悟仙法师在竹林寺寂然圆化，往生净土去了。时年74岁，法腊55年。后来他的门徒弟子将他安葬并建塔于夹山青龙山路，